印度航母一路磕长头，其实和鼻子关系不大，倒是法国、意大利设计师是不是把印度航母设计成破冰船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印度航母这个维克兰特号就是印度最新那艘自造的航母嘛，前几天进行了一次海试，结果海试这个照片出来以后，有些人就发现这艘航母的航迹有点奇怪，就是每航行几十米，维克兰特号的船头就会重重地向海面砸过去，然后呢，向船身两侧砸出2个大波浪，所以整个航迹看上去呢是个两侧带齿的，很像一个大锯条。所以有人就讲啊，说维克兰特号这一路上是在磕头。我想有道理啊，印度人在海军发展过程中，为了走向光明，一向是百折不挠，如此虔诚的。然后呢，还有人分析说呢，这是舰艇在纵摇啊，纵摇其实本身很常见，就是别国的航母高速航行、大风大浪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大幅度纵摇，也会出现磕头现象。但是维克兰特号这次航行速度不高，风浪很小，然后这么点海况就磕头磕成这个样子，说明印度这艘航母性能不行，设计不成功。至于说哪儿不成功呢？某一位军事领域的优秀创作者就出来解释了，说印度人设计航母的时候，居然忘了增加一个重要的设备，是球匕首。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船头一大球状的东西嘛，说没有这个设备，船就不稳定。然后网上大片的自媒体作者纷纷抄袭啊，都跟着这位说，有了球匕首才能保持船的纵向稳定性，航母必须装这个才能保证舰载机顺利起飞。这个解释倒是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些自媒体作者现在的水平真是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位土房哥俞北辰。球匕首有没有减轻纵摇的作用？确实有，但是这绝不能说纵摇就是没有球匕首造成的。不能说没有球匕首就没法保持纵向平衡，就没法让舰载机起飞，因为历史上这么多航母啊，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多了，占绝大多数，怎么就不能让舰载机起飞了？而且现在很多新的远洋货船设计也取消了球匕首，用别的外形代替了。那么球匕首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制造一个波浪，这个波浪跟船身其他部位的波浪进行叠加，进行对消，它就可以降低航行中船边上的这个星波阻力，然后呢就可以减少船的这个能量损失。而且呢，球匕首发挥作用是有要求的，就是船速低的时候，球匕首没有什么效果。而维克兰特磕头的时候，船速就不高，所以当时有没有球匕首根本就影响不了什么。而且呢，我们稍微查一点技术资料也能知道，导致船只纵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船的重心和漂心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就是说重心和漂心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船是个跷跷板，那么这个重心就是跷跷板的支点，而起伏的过程中呢，这海浪拖着这船身运动嘛，这个浮力不是猛抬跷跷板的这头，就是猛抬跷跷板的那头，所以船每次起伏它都要前后摇晃。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船造好之后还有个纵摇周期，如果在某一个航速下，船头遭遇海浪的周期跟这个纵摇周期很接近，那还能出现类似共振的效果，还会增加一下纵摇的程度。所以遇到纵摇严重的情况下，船员们会调整航速。如果说维克兰特号的问题就是重心设计问题，导致重心跟漂心的距离太远了，那没准维克兰特号的本事就更大了。因为呢，有一种船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让重心跟漂心的位置不一致，而且呢，要通过这压载水的变化，要改变重心。这种船就是破冰船。所以呢，这破冰船在碰到厚的冰的时候呢，就是要改变重心，后方注水，前方排水，让船头高高扬起，然后这个船头驶上冰面，再让前方注水，后方排水，让船猛地砸下去，把这个浮冰砸开。这样的话呢，这个破冰船是一路磕长头，就能给后边的船磕出一条路来。所以印度海军经过这次海试，可以向全世界宣布，维克兰特号不仅仅是一艘航母，还是一艘新型的载机破冰船。不仅仅能在印度洋航行，还能够征战北冰洋，远赴南极洲，既能够支援阿拉斯加，又能够巩固澳大利亚。这么讲，印度海军还是倍儿有面子。其实呢，不管怎么说，印度还是要解决当前问题的。我们可以等着看，如果这艘航母把油料、淡水、飞机、人员、弹药都装载齐了，那个分量也不轻，也可能配上之后重心的位置就能改变一点点。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在船上某个位置增加一些配重，也能够调整重心位置，缓解一下纵摇的程度。反正呢，这艘船已经下水好几次了，再多一次也不算什么。这种事儿呢，不用着急，毕竟交付部队之前不出点问题，一艘船也不配叫做印度航母。好，关于印度的维克兰特号磕头到底是不是跟鼻子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解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